你敢相信吗？两个花季少女双手被胶带死死绑在一起，跪在地上，后脑勺各挨了一枪。而在他们身边不远处，一个保险柜大敞着，里面整整齐齐叠着526万日元现金。那是1995年，在那个年代，这笔钱能在东京买下一套位置相当不错的公寓。但凶手连看都没看一眼，转头就走。整个案发过程只用了2分30秒。更诡异的是，案发的时候，窗外不到100米的地方，正有几百人在围着篝火跳舞、敲鼓、放烟花，满街的欢声笑语，深深把这场惨剧的声音全部吞没了。直到今天，这起案件依然是一桩悬案，它就是日本犯罪史上最让人头皮发麻、至今未破的悬案——八王子超级南平超市案。事情要从1995年7月30号的傍晚说起。那天是星期天，东京八王子市正经历着一年里最热的时候。当天是南平超市正在搞促销活动的最后一天，店里人头攒动，生意火爆的不得了。17岁的高中生史吹惠美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来兼职，他家离这儿只有2-3分钟的路程，非常近。而47岁的夜班店长道元纪子是由一个熟人开车送过来的。下车前，纪子还和这位熟人笑着约好，等我晚上9点下班，咱们去附近那家小料理店吃宵夜啊。谁也没想到，这种美好的生活很快被打破了。到了晚上8点多，店里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原本休假的16岁前田红美突然回了趟超市，说是来看看明天的排班表。她和惠美是关系极好的闺蜜，两人一碰面就小声兴奋的商量，等会儿9点一打烊，咱们立刻换衣服去逛那边的夏日祭典。这个时候，外面的北野原公园里太鼓声已经响起来了，烟火一下一下的升空，气氛烘托到了顶点。可就在这几个女孩满心期待着下班去玩的时候，几个不同寻常的影子已经悄悄把这家超市包围了。有不止一位顾客后来回忆说，在关店前半小时，卖场里出现了一个40-50岁穿着白衬衫灰裤子的男人，他什么都不买，就在货架之间来回的走，眼睛死死盯着收银台。与此同时，超市门外的大马路上，一辆白色轿车正以极慢的速度一圈圈绕行，车窗摇下一半，里面的人不停地往店里张望。根据收银记录显示，临近关店时，前田红美还买了牛奶和鸡蛋，准备带回家。纪子正在检查冷藏柜，并与最后几位顾客聊天。其中一位顾客后来表示，红美也曾告诉自己，他们待会儿要和惠美一起去参加祭典。而就在同一时间，一名年轻男顾客购买了炒面和大阪烧等食物，随后驾驶一辆白色轿车离开了停车场。晚上9点整，超市正式打烊，1楼的灯熄灭了。惠美把最后一个收银箱抱上2楼办公室，交给店长纪子。纪子把所有的现金放进金库保险柜，转动密码锁，咔嗒一声锁好了。此时，原本休假的前田红美也跟了上来，她拿着刚刚买好的牛奶和鸡蛋提在手里，静静的等闺蜜换衣服。9点10分左右，纪子用办公室的座机给那位约好带她吃宵夜的熟人打了个电话，我这边忙完了，你过来接我吧。挂断电话后，3个女孩关掉了2楼的灯，锁上门，顺着外面的铁楼梯往下走。根据警方的安保系统记录，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成功走出了大楼。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走得再快1分钟，这起惨剧根本就不会发生。但诡异的事情就在这儿，几分钟后，2楼办公室的安保感应器居然再次被触发了。这意味着他们在下楼的过程中，或者是刚到停车场就被一个黑洞洞的家伙顶住，被迫又退回了那个漆黑的办公室。就在他们退回办公室的同时，附近路口有一对正在散步的高中生情侣。他们突然听到超市方向传来了几声沉闷的巨响。男孩子还跟女朋友开玩笑说，听，这烟花放得真像。可他们不知道，那根本不是烟花。从纪子打完电话到这对情侣听到声响，中间仅仅过去了2分30秒。在这短短的150秒里，凶手完成了逼迫、捆绑、杀害以及撤离的全过程。这速度快得让人啧舌。不久后，前来接人的熟人抵达了超市，然而他并没有看到约好的纪子。虽然办公室依旧亮着灯，但他以为纪子已经先去了约好的小料理店，于是自己也赶了过去。可到了餐馆后，却依然没有见到纪子。察觉异常后，他立即带着料理店老板娘一起返回了超市。老板娘先独自走进了办公室，办公室的门没有锁，但由于柜台挡住了视线，她一时间看不到里面。
他连续呼喊了几次，却始终没有任何回应，只好先回到车旁。随后两人再次进入办公室查看，眼前的一幕让所有人彻底愣住了。3名女员工倒在现场，早已没有了生命迹象。警方迅速封锁了现场，而现场呈现出来的细节让见多识广的老刑警都倒吸了一口凉气。2楼办公室的大门并没有上锁，纪子和惠美已经换下了工作制服，穿回了自己的便服，显然在案发前已经完成了下班准备。现场的3个受害者死法完全不同。47岁的店长纪子没有被捆绑，他是先被坚硬的物件狠狠砸中了右脸，导致面部骨折，然后被推倒在冰箱旁，额头和头顶中了2个点。现场甚至留下了由于贴得太近，火药把皮肤灼伤的痕迹。而那2个16、17岁的高中女学生，嘴巴被黑色的工业胶带死死封住。更残忍的是，凶手用胶带把他们各自的一只手绑在了一起，也就是说，他们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是手拉着手，被迫跪伏在地上，然后被凶手从后脑勺以行刑的方式夺去了生命。警方在现场遗留的胶带上提取到了部分指纹以及凶手留下的汗液成分。办公室地面布满了血迹，但令人惊讶的是，凶手在逃离时竟然完全避开了这些地方，没有留下任何踩踏的脚印。可最让警方抓狂的是凶手的行为逻辑。现场的办公桌、抽屉，所有物品都摆放得整整齐齐，没有任何翻动或被破坏的迹象。那个保险柜呢，它就大敞着，钥匙就在锁孔里插着，只要凶手伸手一拉，里面的526万日元就能据为己有。而且纪子的钱包就在冰箱上面放着，里面大把的钞票，凶手连碰都没碰。如果他是为了钱，他为什么不要？如果他不是为了钱，他为什么要在夏日季的大排档深夜冒着巨大的风险去清洗一个普通超市的办公室？针对这个常理无法解释的现象，当年的调查人员内部分裂成了2个针锋相对的派系。第一派坚持认为这就是抢劫，只不过出了意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家南平超市的防盗系统出了名的烂，管理松散，营业期间办公室经常不上锁，甚至到了夜间也常常如此。他们1楼打烊后，店员得拿着营业额走外面的露天铁楼梯上2楼放钱，这等于是在告诉所有人，来看啊，我正抱着巨款上楼呢。纪子生前就跟朋友抱怨过，说这地方防盗措施存在不少漏洞，让他一直感到担忧。而且那阵子东京周边连续发生了好几起针对超市办公室的夜间抢劫案，作案时间、目标以及手法都很相似，警方一度怀疑是同一犯罪团伙所为。那怎么解释呢？526万一分没少呢？支持抢劫说的刑警认为，凶手可能根本不知道保险柜已经开了，或者他在清洗完3个人之后，外面的太鼓声刚好停了，在极度死寂的空气里，他做贼心虚，产生幻听，以为有人来了，慌乱之中拔腿就逃。但很快另一派人提出了一个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推测，这不是抢劫，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买凶寻仇。因为凶手的动作太干净了，现场提取到的脚印只有1种，判断实施行动的凶手只有1人。嫌疑人的鞋码约为26厘米，他从进门到金库再到对3个人下手，路线是一条笔直的直线，没有半点犹豫，而且每一发都精准命中脑干。这种射击精度和心理素质绝对是个长期接触枪械的老手。更重要的是，警方在深入调查店长纪子的背景时，发现了一些不得了的线索。在案发前不久，纪子居然收到过一封匿名恐吓信，信封内赫然躺着一片锋利的剃刀刀片，并写着一句威胁的话，你再这样下去，迟早连命都没了。顺着这条线，警方发现纪子的私人生活相当复杂，他曾和几名男性保持着很深的交往。据知情人士透露，其中一名经济条件很好的男子长期在金钱上照顾他，但后来这个男人的经济状况恶化，纪子便主动提出了分手，双方闹得非常不愉快，甚至发生过纠纷。周围认识纪子的人在案发后第一反应不是震惊，而是私下嘀咕，这绝不是一起普通抢劫，而是有人专门冲着纪子来的。那如果是冲着纪子来的，为什么要顺带把2个无辜的高中女学生也一起解决掉？是单纯的顺手，还是因为这2个年轻女孩看清了凶手的脸，成了不幸的目击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案件陷入了长达数年的僵局。这期间，警方在现场胶带上提取到了极为罕见的线索，微量的铁粉和类似研磨剂的物质。警方认为，这些铁粉很可能是在焊接作业过程中附着形成的。
因此推测凶手曾从事过焊接工作，或者在铁工厂等相关行业上过班。2015年的时候，警方曾重新对现场遗留胶带上的掌纹进行分析，并与数据库进行比对，结果发现与案发当时居住在多摩地区的一名男子掌纹高度相似。不过日本警方规定，掌纹必须有12处特征点完全一致才能确认身份，而该男子仅有8处符合，无法认定。况且这名男子早在10年前便已去世，而且在案发时间拥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最终被排除了嫌疑。接着2020年11月，名古屋市发生一起运钞车抢劫案，嫌犯中村浩士被捕。他曾因涉嫌另一起国松警察厅长官狙击事件而被列为重要嫌疑人。那起案件刚好也发生在1995年，警方搜查他的住处时曾查获14把手枪，其中一把枪射出的子弹膛线痕迹与南平超市案凶器射出的子弹高度相似，然而两者并非完全一致，始终无法作为决定性的证据。其实真正让案件迎来巨大转机的是2009年的一条新证词。一个震惊中日两国的消息突然传回了日本警视厅，提供证词的人名叫武田，他因为毒品走私案在境外被逮捕，并面临严厉的惩罚。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也许是为了争取机会，他突然交代了一个隐藏多年的秘密。他说1995年东京八王子超市那3个女人不是日本人做的，我认识当年的执行者，他是一个中日混合犯罪集团的成员，目前也因为走私在里面。听到这个消息，日本警视厅立刻派出最精干的调查员飞往当地。然而武田指认的那名男子在接受调查时始终表现得极其冷冽。他说，我不知道什么南平超市案件，就算知道我也不会说。由于他的指纹与案发现场的指纹并不一致，这条线索直接断了。2010年武田被执行了惩罚，这个秘密似乎要永远被带进土里了。可谁能想到2年后的2012年，命运又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警方在整理武田生前的其他口供时，意外发现了另一个名字。武田曾透露，目前居住在加拿大的一名中国籍男子极有可能知道那晚的内幕。他曾是一个混合抢劫集团的重要成员，并长期向武田提供情报。警方顺藤摸瓜一查，整个人都惊呆了。这个躲在加拿大的男子在1994年，也就是案发前1年，拿着假护照偷渡到了日本。而在他打黑工的8年时间里，他的工作地点恰好就是东京和横滨一带的铁工厂。铁工厂、微量铁粉、偷渡、时间、地点，所有的线索在这一刻严丝合缝的对上了。不仅如此，还有知情人士向警方证实，他确实曾参与了八王子那起案件。至此，现场遗留物、证词以及涉案人员之间的关系开始逐渐串联起来。日本政府立刻通过相关部门向加拿大提出了引渡申请。经过法律拉锯战，2013年11月，这名男子终于在重重押解下被引渡回了日本。当时全日本的媒体都轰动了，大家都以为这桩沉冤了18年的惊天大案终于要真相大白了。可是这个男人回到日本后表现得异常冷静，他很爽快地承认了自己伪造护照、非法入境的罪名。可一旦审讯人员提到八王子超市这5个字，他的眼神立刻变得毫无波澜。他说，我承认我偷渡，我打黑工，但我从来没去过那家超市，更没有伤害过任何人。警方拿出了所有的现场证据去比对他的指纹、他的掌纹、他的 DNA， 可结果显示，现场留下的所有生物检材没有一个能和他匹配上。在法律面前，仅凭他在铁工厂上班和线人的道听途说，是根本没有办法给一个人定罪的。最终，他因为出入境问题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5年，随后离开了日本。这条跨越了多个国家的线索再次走向了死胡同。至此，在整个调查过程中，警方先后锁定过3名重要嫌疑对象。然而，由于始终缺乏能够定罪的决定性证据，这起案件至今依然没有侦破。整整31年过去了，当年的超级南平超市早就不复存在，变成了一片普通的空地。但日本警方至今没有撤销这个案件的专项调查组。那2个只有16、17岁，原本换好衣服要去开开心心看烟火的女孩，她们的生命永远留在了1995年。那个本该热闹的夏天，却充满了血腥味。金库里那一分没动的526万日元，就像是一个无情的嘲讽，静静地注视着人间。那封带着剃刀的恐吓信，究竟是谁寄出的？也许这个真相真的要永远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里了。
我是老九，我们下期再见。